到賭場裡面，我不但贏了，我還要吹7800億。當然有條件說，照就說啊，他不是跟他原來提的8000差不多嗎？不敢自己跑去選党主席，國民党党主席人又必須臣服他，還是让该死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實最後黨中央大轉彎，決定最後以7800億定案，他們覺得這是個高招。但是呢，又有人認為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對他對手不是那麼了解，以至於可能高招會變成低招。第一個呢，建議改成7800億的人，基本上他認為說7800億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有發價書的，他只有3000億，後面的4800億，除了應付美國的壓力，以及國民黨裡面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親美勢力的壓力之下，他把他很多的期望預期5月14號馬上在北京就要進行川習會。那川習會會談什麼？我們現在幾乎可以很確定的講，他一定談台灣問題。那談台灣問題也不見得會漫天的談台灣，大概就聚焦在一個問題，就是你美國要不要具體的說明，你不只不支持台獨，你是反對台獨。第二個更重要的是，大陸一直強調美國要遵守中美建交的承諾，而這個承諾就是817公報，1982年的8月17號所簽的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就是以1982年為基點，要逐年遞減，最後降低到0，而且不能賣攻擊型的武器。可是現在以川普的做法，兩樣都違背了嘛，金額越來越大，而且很多武器擺明了就是進攻型的武器，當然要遵守承諾，那就要回歸817公報的內涵。那這時候，川普如果想得到別的東西，這一點上要做若干的讓步。那這個若干的讓步一旦成型，所反映出來的大概就是第二波的發價書很可能就沒有了。但如果沒有的話，那最後的結論不是3000億而已嘛？那3000億比原來的3800億要少，所以代表鄭麗文為主的黨中央他並沒有妥協。那這時候就可以很快的釐清原來對他質疑的看法吧。但是問題是，有時候大陸在跟美國談判的時候，他的考慮的面向會比我們想象的更多。所以他是不是到最後他會那麼嚴格的去要求美國遵守817公報，100%的遵守？但如果說他對美國有稍微的讓步，當然大陸強調了台灣的問題是不能讓步，它是核心議題嘛，大讓不可以，小讓也不可以，不能拿來做交易的。但是在談判的現實上面，也可能做稍微的軟化。稍微的軟化的結果，如果美國真的來第二份的發價書呢，那這時候可能就突破3000億了。那最後如果第二份發價書差不多3-4千億，那最後的結果就變成比原來的3800億多很多了。我們在這邊也看到了美國的這些手法，我個人覺得不以為然。美國強烈的介入台灣的內政，這個美國呢，現在西裝也不穿了哈，露出了他的一個面目哈。因為台灣作為主權國家，你本來就有自己的預算跟在野黨跟執政黨之間的交互制衡的方法。就是你看美國這一次為了推銷軍購，輪番的出來找了一大堆人，還制造了一大堆有的沒的，然後外圍的人還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戲了。所以我怎麼看呢？台灣當然不管我們的箭頭是指向誰啊，我們都要有自己的軍備，這是實話，對不對？物是敵之不來，事無有以待之嘛。問題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爭相做這個武器競賽之餘，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來抗中保台？你知道我們的預算就算提到了頂，就算你占4%，你知道我們的國防預算是對岸的多少嗎？1/10啊！那你在跟人家拼什麼呢？所以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是不是雙方除了軍備競賽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嗎？我想這就是關鍵哦，不管你加幾倍，都阻止不了大陸的既定國策。而且還有一個資深評論員問我說：“對岸7000多顆飛彈對着你，難道都不要講話嗎？”我說：“大國發展本來就有大國基建理路，你憑什麼去陷進大國發展當中？他對自己國家強大的需求不合理啊！你隔壁鄰居賺大財了，你的親戚發大財了，他現在請了3個警衛，你就覺得那個警衛下來打你的？想清楚這個概念。更何況兩岸有千絲萬縷的歷史問題，我們很難就是去解決。但是問題是，這麼多年以來，對岸在823之後未發一槍一彈直接打到台灣，頂多就是演習。那美國天天演習，天天穿行，我們也沒看到台灣人有什麼焦慮啊。美國台灣撈出去的好處，那這次的軍購我們也看得一清二楚，6-7千億的軍購不交貨就是不交貨，F-16B 一架不落地就是不落地。那這種東西怎麼大家又不
不講。那一樣的，這時候會往趙少康原來提的8000億會越來越逼近嘛。所以問題是現在國民黨中央對趙少康還是不了解。趙少康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今天我到賭場裡面，我不但贏了，我還要吹。人家說財不露白，對不對？我但是贏了錢的人又張揚，又囂張，又吹噓，又自我膨脹，那就容易惹禍嘛。如果你認為我對你趙有若干程度的妥協，會不會換來趙善意的回應？因為國民黨支持者也希望大家團結嘛，不要鬧嘛。這是我的預期。如果鄭麗文為主的黨中央向趙少康有若干程度的讓步，那讓趙少康抓到了畫餅，他們得理不饒人啊，這就是趙的性格啦。我的預測最後的結果7800億，當然有條件說，可是呢，就表面來說就是7800嘛。趙就說啊，他不是跟他原來提的8000差不多嗎？那他提8000的時候，你們為什麼還罵他呢？用這個來回擊，說原來是這樣，你們為什麼不聽趙講的呢？為什麼硬是要跟他扯東扯西的？他用這個來反擊。你要了解，你只有打垮他，你不可能跟他妥協吧？你跟趙妥協，跟金妥協，那就是一條路叫死路啦。所以開始發揮了，講說鄭麗文去壓制黨團的聲音啦，不讓立委說話啦，凸顯立委很重要，應該尊重立委的聲音。那我問你，你趙的聲音那麼大，你不是帶領着立委？你所謂的聽立委的聲音，不就是要鄭麗文聽你的聲音嗎？他就利用他的節目，然後邀國民黨的一些年輕的立委上，這些年輕的立委見面3分情，然後又政治歷練不夠，聽了趙舌燦蓮花的講法，就覺得趙講的也有道理，就逐漸被趙洗腦了嘛。趙就玩這一套嘛。他說鄭麗文不聽黨團的，不聽立委的，要壓制黨團的聲音，壓制立委的聲音，所以他既不敢自己跑去選國民黨黨主席，可是這個做國民黨黨主席的人又必須100%的臣服他，要做他的傀儡，這才是他反對鄭麗文的主要的原因啦。你趙少康基本上還是那個醬缸習性的人啦。7800億這個版本出來的時候，民進黨的立委一開始按的是贊成啊，後來不知道誰下了指令說不對，不能贊成，要按棄權，才改成棄權票。詭異的是，竟然沒有反對。為什麼他們一開始不敢反對，甚至還贊成？即使最後稍微轉彎，也是所謂的棄權，也不敢明着反對，就是他們也不知道美國到底要多少，因為1.25兆，說實話。我講過3部分嘛，一部分是實打實真的要買的，為了台灣國防安全要買。第二個，美國壓力，美國政客、掮客、軍火商要的。第三個就是民進黨要貪污的。至於後面的2部分，他們也搞不清楚到底黨中央、民進黨中央意思是什麼？因為賴清德也不會明的告訴大家說，我們後面的8000億到1.25兆是為了貪污用的，他也不敢這樣說啊。所以很多民進黨的立委也不知道到底黨中央要的是8000億呢，還是要的是1.25兆呢？而且8000億本來趙少康一提，民進黨很多人知道這一定是美國要8000億。那鄭麗文用7800億，應該也差不多是在美國的要求下稍微縮了一點水。那所以這樣子，他們怎麼敢反對呢？所以一開始以為這是必須要投贊成票的，後來黨中央說一定是下了指令啊，發現糟糕了，你們若都贊成的話到時候民進黨1.25兆的要4000多億，本來是油水，現在沒有了，所以雙腳綁不住啦，那怎麼選舉呢？所以這時候才一個指令下來，指令又不能太明確，所以到最後變成棄權嘛。所以從這裡就很耐人尋味的，更證明了我原來講的1.25兆裡面，說實話實打實的不超過3500億。所以最後如果說第2波的發價書果真沒有下來的話，那最後的結果篤定就是現在裡面的7800億裡面的3000億而已嘛。3000億是實的嘛，有發價。第一階段的美國也不能夠再反悔的。但是如果在川習會之後，大陸提出要求回到817公報的承諾，那你這時候你不能賣給台灣進攻型的武器，那台灣要買無人機的沒有啦。那這一來的話，你說還有第2波發價書嗎？很難有，即使有，那也是非常有限的數字。我做一個結論好了，我覺得7800億是一個高招，但是這個高招裡面風險很大，因為它所決定的外在變數
是在北京馬上要進行的分析會，怎麼討論？當然，國民黨裡面的親美勢力也不會以你定7800就以此為滿足，反而會讓他們自鳴得意，讓他們士氣更高。好，其實說實話，現在古立言到回美國去新訓啊，還沒有回來嘛，很多的像趙少康他們親美勢力得到的指令，都不是美國白宮真正的指令，是古立言 AIT 的指令。黃國昌有句話講的是對的啦 ，AIT 很多的說法跟美國的國安會的說法是不一樣的，跟美國白宮的說法它差距更大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川普心裡在想什麼。那古立言早就已經跟美國的軍火掛鈎在一塊了。古立言的說法當然是多多益善啦，1.25兆，如果1.2兆、2.25兆，他更高興。那至於美國的什麼參議員、眾議員到台灣來講的話，放的消息，說實話都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嘛。這些人都扮演了另外一個身份，就是軍火商的掮客嘛。其實這裡面我們可以先看哦，就是說第一個剛才有提到，如果說趙少康是這種態度的話，那看起來這個鬥爭是無窮無盡哦，對，還會繼續，他會繼續哦。川普從去年在韓國跟習近平見面之後，就不斷的多次吧，至少5次，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他要訪中。那本來呢3月份訪問大陸，後來就改到了5月13號。這個過程，但我們覺得很奇怪，我深刻的懷疑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理他，中國大陸用跟他講說，對不起，我們時間來不及，還沒有辦法啊，那段時間我們準備不及。但是大家不知道內情，我相信他是被碰了一個軟釘子。川普的陣營確實認為啊，你做票在先，所以我們抗議是合理的啊，他有這個種。那台灣的在野黨，國民黨啊，什麼民眾黨啊，聲援一下馬德，查一下蔡英文，非法沒收護照史上第一，沒有人敢講。軍購的事情也是如此，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一次黨軍購表現的可圈可點，我必須給鄭麗文一個讚。就是說這件事情上，台灣有主權的國家，我們今天有這個義務，這個在野黨要審一下預算，那絕對不是你美國人說了算，當然不可能是這樣子。而且馬上要跟習近平見面，都是一定會談台灣，對啊，不然他們兩個談什麼？川普當然不太想談，習近平是一定很想談呢。習近平要跟你畫紅線嘛，問題兩岸的問題自己解決，不關你的事。川普竟然在訪北京之前，他說了一句話，大家不覺得耐人尋問嗎？跟你我一樣，他不覺得中國大陸會打台灣。那我就想說啊，大力寫等笑了嘛？那你在那個狂推銷軍火是在幹什麼？既然對方不會打台灣，你也這麼認為，我也這麼認為啊，我真的這麼認為，我從頭到尾這麼認為啊。而且我在這邊呼籲哈，冤有頭債有主啊，要打去打那個特定的人，不要把2300萬人拖下水啊。台灣問題過去啊，對北京來講，北京是不願意談，因為他認為這是內政問題，絕對不願意跟你談。美國是不給談，老子就賣，你怎麼樣？被認為是第一次能把台灣軍售拿來做桌上的談判。不但這一次明確的在會前會裡面，王毅跟盧比歐已經直接的談到台灣問題會談，那也標明台灣問題是中國大陸的核心議題。談判的人，什麼叫核心議題？核心議題就是我的底線。好，也就是說這個核心議題是不能交易，你只能夠依照我的核心議題，不能在裡面討價還價。基本上，台灣問題已經變成核心議題。另外的2個問題的話，如果在核心議題你讓步於大陸，另外2個議題都可以幫你美國，變成這樣。但現在問題是，原來川普認為他的經濟議題有關稅牌，他的中東的問題他有伊朗牌，他認為他居於勝方，所以他不見得要理會你的核心議題台灣問題。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經濟的議題在關稅牌不能打了，經濟議題對於中國熱烈的需求者。好，那就中東戰爭的問題，美國說實話，時間的壓力很大，根本拖不下去了。他再不趕快解決，後面的影響非常嚴重哦。阿聯酋的阿布扎比的王儲哈利德不到中國來嗎？到北京來，他就是告訴中國大陸，阿布扎比阿聯酋已經成立了所謂的穆爾班石油交易中心哦。好，而且呢，他基本上的港口就是富察伊拉港，他直接繞過去了，他就是基本上不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他只要走阿曼灣就可以。那他同意什麼呢？哈利德告訴北京，他同意人民幣交易。所以也就是阿聯酋這一塊人民幣交易，石油人民幣已經成型了。另外一條出路就是紅海曼德海峽這一條，沙特是沙烏地阿拉伯，它有個港叫做鹽布港，這個鹽布港基本上是另外一個類似阿聯酋的石油交易中心。所以這個鹽布港它本身也用人民幣交易，這個的東西橫貫大油管，沒錯，對。伊朗為什麼也急？因為伊朗知道現在它的霍爾木茲海峽有壟斷的局面。
面。但是以後不是啊，以後是三雄爭天下。一個是霍爾木茲海峽，從波斯灣過霍爾木茲海峽到阿曼灣這一條。第二條呢是直接用陸運，到富察伊拉港，透過富察伊拉港它的穆爾班石油交易中心，然後由這個港出來到阿曼灣。那以中國大陸來說更方便了，為什麼？因為阿曼灣的對岸，阿聯酋的對岸就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直接上岸就好了，对，更快。那另外一條就是走這個地中海、紅海，然後到曼德海峽，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沙特的鹽步港。那變成三個在三雄爭天下，但是三雄爭天下正好三個都同意可以多用本幣跟人民幣交易，石油美元很可能就垮台了，那美元的霸權就不再存在。美國現在的債務已經是40兆美元哦，美國的美債市場美債就會崩盤啦，因為它就不能借新還舊了。對，利息要付的就特別的多，而且美聯儲就聯準會更不可能同意降息了，所以川普跟聯準會之間的衝突就會越來越大。好，那你想想看，這時候既通貨膨脹，然後又不能降息，以致造成的衰退也很明顯，所以 IMF 已經做了警告了吧，衰退跡象明顯了，通貨膨脹又越來越嚴重，那就是大家談虎色變的停滯性通膨已經出來了嘛。好，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也很急。美國既然是世界霸主，你造成這個不仁義的戰爭，引發這樣的後果，你禍及全球。這個仗是你美國在中東打，但是賬單誰在付？全世界在幫你付這個賬單呢。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認為川普帶領了共和黨年底11月還有贏中期選舉的可能嗎？川普的這些動作底細都盡在中國大陸的眼中，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他覺得這是一場壓倒美非常重要的國際談判，所以這次的川習會非常的重要。當然，這也是第一次把台灣問題搬上台面來做討論，而且可能會緊扣住軍售的問題，因為它基本上它的法律基礎很明確，直接關聯到1982年8月17號的817公報，說你美國要兌現，因為817公報的法律位階，它一定會比你美國的法律要更高嘛。整個連鎖反應是非常劇烈的。其實現在球是回到北京手上，因為加4800億加不加得了？講白了，北京會談後就知道。但是我認為中方跟美方在談這個會談得非常實際，會直接細化到每一項的軍購內涵裡面去。而且呢，只要美方又給發價書，中方絕對軍援回應。而且會把船開進來，然後接着你東西要到的時候，我就攔截你，因為他們已經做過預演。然後再來，我認為中方是做好了所有的準備。這一次啊，唯一真正的想上桌討論3T、3B、阿豆、牛肉、波音這個 OK，3T Technology 我要買，所以3B 換1T。至於 Tariff 關稅沒得講了，不用講了吧，美國自己搞死了。而且我有關稅我也不怕。再來呢，台灣直接擋掉。817公報呢，主要是什麼？第一啊，都違反啊，軍購年年創新高啊，攻擊性武器繼續賣啊。對於北京來說，早就不期望透過跟美方商討來進行所謂的軍購減緩的過程嘛。但是呢，美方把這個拿出來聊，就是北京的一個勝利嘛。我一概不同意，也一概不承認，也一概拒絕嘛，絕對不會跟你說什麼我什麼敦促817，你以為中方就只會去講那種一般性措辭嗎？講是講啊，動作是動作啊，軍購炸彈是全面炸開，國民黨裡面的親美派系被炸成啞狗，只剩衝康的繼續負隅頑抗。民進黨已經抓狂了，然後最後就看所有事情就匯集到西川會的現場，到底具體會是發生什麼事情？但我自己個人看，我不認為北京會期許你美國講出任何對台海有利的話。但是 Marco Rubio 已經跳出來了，我們希望台海和平。我們可以看得到整個態勢怎麼發展。我認為北京都做好了應對之策，因為你川普一拖就拖了1個多月，為什麼把鄭麗文請到北京去有這個政協會？因為我要在內部來制衡你這。如果今天少了鄭麗文跟黃國昌去推動3000加4800的方式，也就是現在最新的定額版本，其實對北京來講又少了一個槓桿。鄭麗文的目標是要有財政紀律，不要亂花錢，你當大傻逼嘛。但是鄭麗文這樣的想法跟北京的方向是有契合，這個契合不是在於說鄭麗文是北京的工具，而是台灣的財政紀律確實已經到不能再不管不過狀態。你6000多億的東西不交貨，你要再補8000億，那還得了？要破兆了。所以呢，極限就是3000億，因為3000億加上來啊，至少還沒破兆。這個啊，就是 Rubio 為什麼軟了呢？因為 Rubio 這次很可悲，你知道嗎？他連中國都來不了。
所以現在等於說有鄭麗文跟黃國昌這樣子穩健的在野黨的存在，其實是穩住了台灣在兩岸議題當中的基本的樣態。相當於這趟北京回來之後，北京認為他在台灣至少有一個相對穩健的政治力量可以拉住兩岸關係，那他就可以更加放手這個美國進行更高強度、更高層次的博弈問題。